大家好，这里是非创新、非时效、非要跟你说道的非要播报，我是国仔。大家好，我是庞博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简讯。去年9月，陈伟霆主演的《许我耀眼》大热，因为扮演的人物叫沈浩明，谐音是好命，被网友戏称为“好命哥”。这位网友该不会是？你就这么待一天啊？陈伟霆在剧中有一句略带口音的台词，非常的火，是“妍妍接电话呀”。爷爷，请看视频啊！接电话，爷爷。可以想象啊，如果我们的童年拥有陈伟霆的话，那该是多么的美妙。我的眼睛。爸爸的爸爸叫。陈伟霆老师来跟我读爷爷。来，我们看下一条新闻。最近玄学 APP 十分流行，印度某在线占星咨询平台爆火。哦，据悉啊，这个平台的制作人，他平时就喜欢夜观星象。这个人就住在新德里市的后头，人称事后诸葛亮。我多余看你，哎，没有人想打王建国吗？啊，你能活到现在，真的是命好。连陈伟霆见了你都得说一句：“我真是服了，你才是好命哥。”也就是弗勒明哥。不仅外国人爱算命啊，国内的年轻人也开始用 AI 算命了。我也没想到 AI 发展起来之后，最先取代的竟然是算命先生。其实也合理嘛，算命加做法，何尝不是一种算法？你说谁能想到是吧 ？AI 现在如此发达，但是我们现在在用它点奶茶啊，生成郭德纲和詹姆斯打篮球的视频，甚至操纵机器人在晚会上转着手绢跳舞。谁能想到发展了这么多年，在春晚上转着手绢跳舞的竟然不是我？谁能想到啊？谁能想到国仔下一句到底会说什么？谁能想到？我建议 AI 行业可以介入一下。我们看下一条新闻。今年年初的时候啊，知名的潮玩品牌推出了一款电子木鱼盲盒，有很多的款式啊，分别可以给用户加机敏、加快乐、加成功等等等等。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就是敲木鱼儿，确实就非常的开心，就敲开心。但是真的好吵啊！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你拿个猫，你又要干嘛？不是安静一点吗？悄咪咪。谁能想到，一条新闻已经播完了 ，AI 还没有介入。现在的年轻人许愿的方式真的多种多样啊，有很多种，比如说有人会在许愿池刷信用卡，有人会放生电子锦鲤，甚至还有人在考试之前在佛像的脚下堆满了零食，还管这个叫零食抱佛脚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，就没有人管吗？啊，对呀，临时抱佛脚，那不是应该放临期食品吗？原来你的重点是这个啊！面对命运呢，有人选择许愿，而真正的强者选择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。年初的时候，徒手攀岩大神亚历克斯·霍诺德用时仅1小时31分钟就成功徒手攀上高度为508米的台北101大楼，没有依靠任何人的帮助。这咋说能啊？这没有用到帮助呢？对啊、不是那大楼那么老高，不靠建筑工人的帮助也搭不起来呀。那要你这么说，那还得感谢发明混凝土的人，没有他的帮助，楼也没法建成。那李建成要是没有兄弟的帮助，也不会留在玄武门呢。我就多余跟你讲道理，真是。感谢建筑工人，感谢混凝土以及贞观之治。我很难想象之前的人是怎么跟他一块播新闻。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。你当无事发生吗？真的强者，敢于直面自己的命运。
最近呢，一款名叫“死了么”，现在已经改名叫“得木木”的 APP 呢爆火。用户如果在 APP 上连续2天没有签到，系统将会自动发送邮件给紧急联系人。哎，你说说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发邮件通知，就这么不着急吗？不过也是啊，这会儿确实不是用户火烧眉毛的时候啊，过2天才是。我觉得这个 APP 其实可以再进一步，是吧？你说如果我走了，你可以直接把我带走，你就叫这个黑骑士、白骑士上门，对吧？黑白听起来是真正的无偿服务。这个 APP 直接颠覆了我们对互联网应用的理解，是吧？它日活量越高，日活量越低。那么下一条新闻，人生 K 线图最近啊在网友间流行起来。哎，什么是人生 K 线图？就是在 AI 中输入个人信息，就会生成像股市 K 线一样的人生走向 K 线图。我们在这儿呢也制作了几张嘉宾朋友们的人生 K 线图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第一张是锤娜丽莎女士的。年初的时候，她被老公求婚，老公太油了，滑了一跤。这个是陈伟霆先生的。遇到了天使一般的老婆。维密的翅膀。然后2个人一起养了一只可爱的小鸟，是有了天使一样的孩子。看一下庞博的。这是说我多线发展，对不对？我以为说你是3线艺人呢。这个大家一眼便知，咱哥俩谁是3线艺人啊？太够哥们儿意思了啊！离了你，谁还管我叫艺人呢？接受度太高了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的 K 线图。不管大家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，生活都会越来越好，日子会越来越幸福。本次播报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这里是建国，我是庞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这期的主题呢叫我命由天也由我啊，很积极，把命运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上啊，绝不向命运低头。世界要是真这么积极的话，我这2年应该都能进总决赛呀。这总决赛的选手也没我好笑啊。不信你们看看，总决赛12个选手，几个人有我活多呀？其实我不太相信这句话啊，因为我的处境你们也知道啊，略有耳闻。你说是个线上演员吧，我也进不了决赛；你说个线下演员吧，最近也没什么演出。就这个成绩啊，我都不太想承认这个命运是我自己做主的。这句话你得成功了说，对吧？啊，你就像陈伟霆，他就是红了之后啊，被叫好命哥。他寂寂无名的时候，他叫什么呀？啊，他叫苦命哥吗？啊，当然不是啊。陈伟霆不红的时候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啊，人就是这样。当你成功的时候呢，你说的话大家都能听进去。啊，富康前2年夺冠的时候说所有人会爱你，大家都听进去了，很感动。今年南瓜要是跟我说，他说小北，所有人会爱你，我就会说，行，放门口就行了，爱你。这每个人的成功啊，都有运气的成分在啊，但是跟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啊。前一阵我看陈伟霆哥的这个综艺《现在就出发》的表现啊，真是感慨，朋友们，这个人成功啊都是有原因的。在一个游戏当中啊，他说他不是卧底，如果他是卧底，他就是狗。结果他真的就是卧底，撒谎不眨眼啊，朋友们啊！为了赢不择手段，陈伟霆真是活该你红，真是啊！我刚才在后台跟伟霆哥说呢，我说伟霆哥，你还记得那个事儿吗？他说忘了，口音真重啊！开玩笑，我也狗。啊！但是我们组那个导演组的朋友们都很喜欢陈伟霆啊，说他不仅帅，还幽默啊，他演的霸总也不油腻，是内娱少见的那种清爽霸总。我说，哎，你们这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们哪期嘉宾他不清爽啊？确实不油腻啊，还很幽默。当时还参加了一个喜剧节目叫《嘎嘎曼》，今天在场很多人都参加过，付航、大张伟、锤娜丽莎，我的好朋友肉食动物也参加过啊，他们都参加过，但他们都不好意思说。这嘎嘎曼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啊，然后网上说这个嘎嘎曼啊是喜剧界的黄埔军校，真的是散是满天星，聚是一坨，聚是一团嘎嘎曼啊，聚是一团。啊，回到今天这个主题啊，然后这个能听出来啊，一种年轻气盛、朝气蓬勃的态度
怎么说呢？这个主题特别像一个实习生想的啊，因为我当年刚毕业的时候也这么积极乐观。当时我就刚毕业的时候，特别那个什么，我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？但是这种臭毛病啊，一般上2年班就好了。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啊？那不得由着领导吗？看看咱这脱口秀写的啊，全是共鸣啊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不相信这句话的人应该是世界大多数啊，不然你就没法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求神拜佛了。大家在外头在那喊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真遇上事儿了还得去寺庙里拜菩萨啊，然后菩萨在上面说，你刚才在外边咋咋呼呼啥呢啊？你命到底由谁呀？你跪下跟我好好说说。这个主题吧，我觉得特像成功学啊，大家还是少看成功学，因为成功的人说什么都对。现在马斯克成功，马斯克说什么都有人附和。你再看看现在的房地产老板啊，说啥都有人觉得不对，我觉得挺悲哀的。20年前成功时做环保、公益、种树啊，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家。现在企业家失败了再去种树，大家会觉得你有没有点正事儿干呢啊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？朋友们，是人就得成功吗？不，做生意可能还得是姓马的。今天在场有很多嘉宾朋友们啊，最后跟他们说一句啊，趁着现在火啊，有话赶紧说吧。过几年不火了，说话就没人听了。我也不太火，说话也没什么人听。我今天就说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玲。今天的主题啊是命运，但是我感觉我今天命运就不太好。前面几期的嘉宾请的就素材满满，刘晓庆、黄晓明、董璇儿，结果今天我来这一看，嘉宾换成了陈伟霆，没意思。我想跟节目组说，咱这种节目吧，嘉宾不是随便找的，它有个很微妙的度，它既不能出淤泥而不染，也不能出淤泥而全染，也不能纯是淤泥，它需要的是出淤泥而调染。那陈伟霆既然出淤泥而不染，我建议咱们就濯清涟而不邀请。你说他这脱口秀演员这段子他就很难火，所以他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不许我耀眼。说到命运呢，我感觉接受命运就好像抽盲盒。我姥问我啥叫盲盒，我说盲盒就是你打开之前完全不知道它是啥，拆开是啥就是啥。我姥说啊，那玩意儿我也抽过，我结婚之前都没见过你姥爷。结婚那天发现眼睛不太好使，纯盲盒。我说还是个隐藏款。每个人就是面对命运都是抽盲盒，我觉得咱们这代人更惨，就是大的事儿上吧，你没有啥选择；小的事儿上，就小到看个跨年晚会儿，也没有选择。你说以前看跨年晚会儿，巨星唱跳，今年跨年晚会儿，一打开电视，李川水大丽莎。还亲嘴。但你说我跟锤锤是朋友，我就别换台了，我直接举报。我小时候那看电视里要有人亲嘴儿，都是我妈把我眼睛捂上不让看。跨年晚会那天，张家铁自己把眼睛捂上了。但话又说回来，跨年晚会那天我嘴也没闲着，我吻的是安慕希爆珠酸奶。那家伙黄桃颗粒和 Q 弹爆珠老有料了，要是喝前摇6秒，味道会更好。我们一家人都爱喝。说回命运这个主题啊，我责备过命运。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看着过一个许愿池，我就学别人也写一个小纸条，然后把这心愿写上边扔里头。当时我的英语不是特别好，我写的是 Give me my fate guy， 就是 fate 命运，赐我真命天子。但是这 e 它放到结尾的不发音，我就给忘了。Give me a fat guy， 赏我个大胖子，真给我了。
晚上那外国神仙挨个批阅纸条，都寻思，你说前边有人想出名，有人想暴富，这个成全你。但是吧，就这个事儿，它也不是啥坏事儿。这些年，我自从发生了这个事儿之后，哈，你们玩过一个游戏没？叫我有你没有？玩过。我那个事儿发生之后，我玩这游戏无敌。我跟你说，就吴京来了，说我被坦克压过，你被压过吗？我说我管上帝要过大胖子，你要过吗？我发现我在自己不想努力的时候，就特别想靠命。但是我妈不一样，我妈认为勤俭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。我现在租房，我一给我租的房子买家具，我妈就生气，说我跟你爸当年租房的时候，为了攒钱买房，沙发椅子都没买，进屋就站着。我说如果我靠进屋就站着省的钱，就能在北京买房，我也愿意站。我跟我老公下班回家，俩人就在客厅站着。面面相觑，不做夫妻，纯是战友。从彼此眼中再也看不到世俗的欲望，纯是占有欲。生出来俩孩子都是战利品，老大叫战狼，老二就战狼二。老二一听就票房很高的感觉。所以我命到底由谁？我是这么看的，就当你努力有用的时候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；努力没啥大用的时候，全赖天。俗话说得好，尽人事凭天命。这句话不是让咱们多做多少人事儿，就是如果真搞砸了，就全赖天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彩玲。哎，我是陈娜丽莎。大家知道今天为什么我用这手拿麦吗？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手不是真的有点硌麦，这个手被求婚了。今天呢，见到陈伟霆陈师傅，对，当时在嘎嘎里边，大师傅陈师傅和那个早早被淘汰的付航。没事没事，反正也没人知道，咱不说谁知道那节目啊。我非常感慨啊，特别好，大家都好起来了。陈师傅现在也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真爱。那虽然我们是等孩子生完了才知道的。哎呦，不得不说啊，维持了这么多天的保密工作，太官宣了，不愧是维多利亚的秘密。上来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他。实在是太低调了啊！低调的怀疑，其实孩子已经7岁了，这孩子是自己发的微博。爸爸妈妈还有一个想要名分的他。其实我跟伟霆哥呢很像，我们一开始呢入行干的都是唱跳，啊，对，是，但是这个命运呢总是有自己的想法。之前呢我想干女团，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生。本来是想在大舞台上唱跳，但是没有想到是在综艺节目里又唱又跳。与此同时呢，也模仿了很多人。哎，里面有腾格尔老师，对不起，天空的雾来的漫不经心。还有王菲老师的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。对不起，王菲老师，对不起。还有那个我懵懂懂过了1年。这一点会没有改变。其实我一个人也能成团，啊，曲苑杂团，相声、小品，除了魔术杂技。别看我现在这么活泼开朗的一个大女孩啊，但是以前也挺不自信的。比如说呢，我之前刚跟川哥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去参加一个节目，咱们姑且就叫喜剧素人大会吧。我当时呢其实特别不想参赛，因为我已经拿过冠军了，而且呢我难以再次承受素人比赛的折磨。但为了他呢，我还是为爱走钢索了。结果他拿了冠军，我淘汰了。确实是一个很严格的素人综艺，只选拔素人。哎呦我天哪！
自从这个被这个素人节目淘汰以后呢，我这个艺人啊，就每天折磨他，我每天作他，我就问，我说李川，谁是对你最重要的人？他每次都深情款款地看着我说，宝贝，我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我自己啊。我说什么意思？完全没有我的位置吗？他更加深情款款地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宝贝，差点忘了，你最重要的人应该也是我。”过于了解他了，过于了解了。我说滚！好家伙，别人洗完澡镜子上有雾，他洗完澡镜子上有油。他是什么？他是人间尤物。我命由天也由我这个主题应该来他讲，重点讲前3个字儿，我命由，又命又由。前面说了那么多啊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锤娜丽莎黔驴技穷，只能靠模仿、搞笑和恋情出圈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姐已经默默筹备了3年的专辑，即将在今年4月跟大家见面。里面呢，甚至还有一首全英文的原创歌曲。我说实话啊，我真没想到我真能写出来，因为我的这个 English 不是 very good 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是那种在那个路上遇到外国人问路，然后憋10秒钟说 follow me 的人啊，所以呢，这首歌是我一边查字典一边写出来的。怎么了？开卷原创也是原创。So you know what? My English is bad, but my music is good. 哎呀呀，还搁那鼓掌！你们英语也一般。English 要说 poor。哎呀，其实呢，做这张专辑之前呢，我还是有点迷茫的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迷茫是因为没有人再牵着我的鼻子走了。我人生的掌舵者是我自己了。而我此刻正在驶向属于我的目的地。怎么说呢？我命由天，但是主要由我。再怎么说呢，就是你已偏航，但是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下一站歌手锤娜丽莎。大家好，我是弹幕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，我们是肉食动物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对他们刚说我们是小头儿子和大头爸爸，是吧？大头爸爸，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我是爸爸。就这么写的。不闹了。聊聊今天主题嘛。今天主题，我命由天也由我对，是对吧？就是意思让我们勇敢的面对命运。对啊。哎，其实想象一下，我当年就不是很勇敢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时大学毕业那会儿，我的白月光来火车站送我，结果犹豫再三，我还是自己走了。不然呢？我就在想，我说当时如果我能拉他一起上车，算绑架。绑什么架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如果当时跟他表白的话，也许我们2个的命运就不一样了。我们的命运就不一样了，跟你没关系，好吧？我说我的白月光。所以我想再试一次，想演一下。哎，对。等一下，那个我要你就演我的白月光。好，然后在火车站出现。晃晃，哎，小兰，再见啊！结束了呀，这就结束了。你好歹过来，你得过来。晃，哎，小兰，逃票进来的。不是一个系鞋带的大叔，那更不礼貌了，好吧？不好意思。来，你跑过来。有什么要求？你就着急一点就行了。哎，晃，哎，有水吗？这么累啊？没有啊。抢别人水啊？不，全浪费了呀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明天给您买一瓶，好吧？抢的是奶瓶是吧？我抢人家奶瓶啊！哎，你这么累的话，你打个车过来就好。打车来所以才累啊！现在才系安全带啊？不好意思，师傅。不是，你刚才一直拖着出租车过来的是吗？好累啊！不，等我，演的太抽象了。会吗？你演的那个现实一点。现实？哎，对，现实一点。多现实？现实一点啊！晃晃，哎，
小兰，借过，不好意思，抱抱，这春运吗？哎，我手机呢？手机还丢了呀？没在我这儿。不是，你这完全不浪漫了。不浪漫？我说的是电影里那种，就是你在人群中款款向我走来，啊，那样的。晃晃，哎，小兰，开摩西分海啊！不，你这什么电影啊？出埃及记是吗？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？开啊！我不开。不，我们是校园爱情，校园爱情啊，校园爱情，对，校园爱情。泡泡，哎，小兰来了，对，都来了啊！集合报数，全班都来了。你号召力好强啊！王主任也来了，王主任来干嘛？送你，哎，你自己来就行了，不需要吗？不需要。解散。哎，小兰，你看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们还没有一张合照呢。我找人帮我们拍。好。张凯，哎，同学没走是吧？来吧，张凯，帮我们拍张照。对来吧，张凯，来，拍张照片你干嘛这么不情愿？等一下，我要回家吃饭。你拽的是张凯头发是吧？你撒开！他不愿意。废话，高谁能愿意啊？你这样，那我们自拍就好了。我们自拍啊！3、2、1，咔嚓！你好可爱。别人拍照都说茄子，你说咔嚓。我说的是手机拍照声音，好吗？好别致。哎，小兰你看下雨了。哇，下雨了。哎，对。哇，别喝雨水，喝什么雨水啊？没那好喝。哎，我们这块这会儿没有雨，哎，我们躲这儿就好了。哎，小兰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。还有礼物啊？哎，对。怎么样？猜到什么了吗？3个6吗？哪儿来那么多6？没有啊！哎呀，输了，我喝。别喝，还喝？再来2个1。不来了，不要吗？我飞还是摘？我送你的是一条围巾。围巾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看漂亮吗？喜欢吗？蛮喜欢的。这围巾也太长了吧！这太长，我不会送你这么不实用的东西。很实用啊，上吊啊！好的。没，这是礼物，不是证物，好吧？哎，小兰啊，你有送我的吗？我就是来送你的呀。废话，没有，我是说礼物。礼物。哎，对，头发，你的，张凯的，不要，不要吗？啊，好多个张凯。张凯是大师兄是吗？蛮可爱的。不是你送我。礼物有了，开玩笑的。哎，送你个手办。手办，打木木。拉布布，打木木是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戴眼镜留胡子大叔。我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有用的。好吧。哎，小兰，你看车来了。车到了啊，该你走了。我还有些话想对你说。你说我听着。其实我们认识这么久了。不好意思。其实我们不好意思。其实不好意思。我们别站车厢门口，好吧？往这边等。小兰，你说。其实认识这么久了，老公，窗户外面有个胖子在表白。车厢乘客别偷听我们说话。往后点。哎，小兰，其实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喜欢你，可以跟我上车吗？我有喜欢的人啊。啊，谁呀？来，带你认识一下。你够了呀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偉霆。到我的時候呢，那個字幕就亂碼了。他是被我的那個粵語的氣場影響嗎？被帥到了哈！沒想到好明哥也會遇上這種命，他就是讓我被搞唄。那你們到時候幫我作證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偉霆。對，這才叫粵語嘛，對吧？他們的粵語我懷疑是晚安魚教的。要不你就說大家好，要不你就說 OK 大家好，什麼大家好？就是聽他們說粵語的時候呢，
我会觉得好像你们在听我说大张伟儿啊，富孩儿，你们难受不？难受啊！你再说一遍。今天呢，这个主题呢就是我命由天也由我，因为许我耀眼嘛，大家都叫我好命哥。其实呢，一开始这个戏呢，我是不想接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霸道总裁嘛，就要梳着一个大背头、油头啊，然后呢穿了西装，然后呢戴着一个平光眼镜在那耍帅。我在想，这个时代这么油腻的霸总，还有人喜欢吗？你们说的对，有，锤锤喜欢。我开玩笑了，我开玩笑了，就是因为那天跨年的晚会，我看到他们求婚的视频，非常恭喜你，也非常恭喜你老公，你老公绝对是那一种求锤得锤。对呀，在剧里呢，就是大家都叫我好命哥，但其实呢，我觉得现实当中的我，有一度认为啊自己不是这么好运的，因为我17岁的时候呢就参加选秀比赛，拿了冠军，然后签了英皇，哇，我觉得自己要火了。然后呢，当时老板就跟我说：“嘿，你过来，行，你争气，你就是下一个谢霆锋。”哇，这种话谁信啊？我了，我信了。然后呢，我没见到每一个人，我都会说，认住我，我是下一个天王巨星。然后我的朋友们都说，你神经病啊，你挺疯的哦。我说我是，因为我是谢霆锋。结果签了公司之后呢，一等呢就等了5年，整整5年，所以陈伟霆也成了waiting，对，WAIT 不用我翻译了，你们英文比锤大丽莎好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当时候因为没有工作，所以也没有收入，好，所以说什么鬼老前锋啊？我是老没钱和西北风，所以呢那几年呢全靠我家人帮我撑着了。我姐姐呢就会晚上偷偷在我钱包里面塞一点钱。其实呢，我非常感激我的家人，因为我最难的日子是靠我姐姐打赏的。所以说，家人的爱对于我来说，就像天使一样给到我力量。我姐给我钱，就是我的天使投资人，我非常感激他们。但那个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家，我还能找到天使吗？哎，你猜怎么着？好了，终于呢，我熬出道了，但是呢，其实也不是非常的顺利。好，我第一次呢就到那个内地拍戏，那个制片人就跟我说，因为你其实没有什么人认识，所以呢，我们安排了一个男4号给你，拍5个月，钱呢就没太多了，那宾馆费你自己付行吗？我说行，当然可以，只要你给到我这个机会，车票、机票我自己付，没问题。那个制片人很惊讶说：“本来就你自己付，好吧？”所以有角色呢，我就会演，我不会拒绝，因为我没有资格挑选角色。我怕拒绝了之后呢，过2天我又后悔了。哦，昨天你说不演，现在又在哪打电话？哥，我演，接电话。努力是没有白费的。然后呢，拍完那个制片人说：“哎，那个陈伟霆 OK 哦。”然后后面又找我说：“哎，喂，还有一个角色谁谁谁不演呢，你来顶 OK 吗？”我说 OK， 我顶他个位。我很拼命，就是有打戏呢我就打，你让我吊威亚呢，吊7、8个小时没问题，我吊1天都行，因为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我不想再掉下来。然后拉威亚的大哥说：“不行，你得下来，我要收工，下来吧。”所以呢，其实我觉得我的好命是靠我珍惜每一个工作换来的。
比如说老九门，许我耀眼。每一个角色其实我都是拼了命去演，因为我相信无论做什么，只要拼，总不会有错吧？啊，其实也有，我拼音的时候容易出错。那我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了，我解锁了一个新的角色嘛，就是丈夫跟爸爸。然后呢，去年我儿子在北京出生，那我又多了一个天使了。我记录了他第一次睁眼的时候，也记录了他第一次哭的时候。你们想听什么声音吗？想吗？真好，一点都不像爸爸，一点口音也没有，一张嘴就是一个老北京，啊，哭的那个就叫一个地道啊，而且一哭呢，我就会把它放在我身上。很温暖那种感觉，就是放在身上，他就会很安稳的睡着。但是呢，我也不能抱太久，怕他不舒服，因为我平常把我的胸也拎得挺硬的啊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挺好命的，因为每一次好命都离不开拼命。我觉得先当拼命哥，才有机会当好命哥。我知道，只要非常的努力，我才能掌控我自己的一切，除了我的口音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常伟霆。幽默访谈，回答不难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小北访谈，我是主持人小北。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陈伟霆老师，掌声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伟霆。伟霆哥，真的特别喜欢你，这次来特别开心，看过很多作品，然后您人又很帅又很幽默。听说您就是私底下喜欢收藏车什么的，有很多车。还好。刚才我看到外头有个白色的车，是您的吗？是。哦，他好像被拖走了。拖走了？啊，因为刚才交警问我，他说这是谁的车呀？我说我不知道啊，好像是伟霆的。啊，没事，我爷爷认识交警队的人，我给打个电话。辛苦。演员，演员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了？演员接电话给我信号，演员。你是在取笑我吗？嗯。帮我落车。啊，好。我经纪人在哪儿？什么节目啊这是？有病！伟霆哥挺好了，不好意思，开玩笑呢，刚才。没事没事，很好，我很享受。哦，是吗？很好，这个节目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我们聊聊别的，好，聊聊伟霆哥来时的路。我看那个资料里写啊，您当时在香港乐坛的4个新人奖都拿了。怎么拿了奖，当时还没有工作呢？因为当时整个香港都在问陈伟霆是谁嘛。怎么可能呢？我都知道，我当时经常看那个香港的杂志，好多你的花边新闻，跟谁谈恋爱，跟谁谈恋爱。哎，当时那谁是不是？哎，你是背后有什么资本在推动你能坐在这里问问题吗？回答我，你说啊，说。神经病吗你？手劲儿挺大。但那都是私生活，那都是私生活，咱不聊这些。这还说？咱们是演员嘛，咱聊聊工作吧，聊聊工作。您消气，聊聊工作。您在这个《许我耀眼》里面被这个女主吐槽是老前锋，我能看一下当时那个照片吗？看。不好意思，放错了，那个工作人员放错了，我们看下一张，我给他开除，一会儿给他开除。什么？啊，这个对，这才对。那您觉得您是老前锋吗？不算吧。当然不算，我也觉得你不是老前锋，这才是老前锋，传统老前锋。这样，开玩笑，我觉得还这个造型适合您，这个是伟霆风，
这是谢霆锋，谢霆锋，谢霆锋。当然还有很多当时的帅照，看看帅照。这是威廉，威廉，这是深威廉，性感啊！你刚才对脚默默是什么问题？哦，您觉得您是老前锋吗？不是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哎，有，我有。您伟霆哥你不开心，我们换个问题哈，我们换个问题。还换问题？能换人吗？咋可能？伟霆真的开玩笑，这个节目叫小北访谈，怎么可能换成我？没想到吧？你是来指教我的？等一下，你说的对。我本来对你挺有好感的，现在没有。锤锤，你真来对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冷门喜剧节目的冷门单元，一直在找像你这样有经验的人。哦，你觉得我很好笑？不，你很擅长上冷门喜剧节目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经常刷到你和你男朋友特别幸福，很般配。哦，谢谢。因为他也特别擅长上冷门的喜剧节目。没事，你往好处想啊，你俩都夺冠了，对吧？虽然没啥人看。不过参加这种节目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过程以及认识朋友。对，这个说的特别好。我前2天碰到那个张小婉、马旭东什么的，他们一直在特别怀念当初那个舞台。对，所以我说我觉得 Gagman 这种节目不，我说的是春晚。以上都是开玩笑啊，我们还是特别欢迎您来的。当初是为什么来这个节目呢？因为有通告费。通告费。就是明星才有的那个。对，你没有吗？我知道，对于一些像今天的嘉宾一样的新手爸妈来说，为心爱的宝宝换尿布，有可能会手忙脚乱，所以我们特意有请到了最可爱的 Walkie Monkey 乐队。我的爸爸舒服，我的爸爸舒服。第一步，打开新的纸尿裤，全顶端放在宝宝的腰部。第二步，调整腹部位置，让宝宝舒服。第三步，加压口夹的腰牢固，检查边缘是否平整会松动。第四步，涂上一些护唇霜，深入护肤是关键，重中之重。千万别绑太紧，会滋生细菌。松紧一致最是也，清爽预防红皮病。宝宝真香，宝宝不皱，亲亲我的宝宝细细嫩嫩小肉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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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到你的 solo 了。你们一 rap 他也要 rap， 里面外面一起 rap， 你知不知道哄他睡着有多难？你别慌，回身我们有妙方。第一步，睡眠环境别太亮，室温最好保持20度以上。第二步，怀抱式轻柔摇晃，缓缓拍背，结合轻松的哼唱。第
3步，宝宝睡觉在房床，先放脚再放头，慢成手别慌。第4步，均匀睡前吃太饱，过度喂养会影响睡眠质量。午睡儿别依赖，会苦恼加强。耐心呵护在身旁，随我歌声入梦乡。宝宝睡得棒，宝宝稳当当，乖乖我的宝宝呼呼噜噜睡香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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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宝宝跳舞，舒舒服服。